其实有讨论到什么东西啊，但是我这次有突然想到，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数学还是自然的部分的话，跟文史是不太一样的嘛。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拿出就是数字方面的。就是程序以及内容上的制定跟文史方面有什么不一样来做对照。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找到愿意有意愿的出版商来做这样子的讲座，也是蛮有意义的。那不知道老师的看法是怎样子？好，就是我要提的不算是问题啊，因为我要提有2个。就是第一点是说，就刚刚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的刊物叫做为人，然后其实我们是取自于就是2年级都知道健太宗实施书有读过嘛，然后我们是取一句说就是愿不在大可谓为人，然后他意思是说可怕的并不是名媛的大小，而是民心的向背。那我们希望是政府就是为人，健太宗这个太宗并不是只是说正取，但是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太宗。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点改变。然后还有第二点，我们想要提出一个质问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教育部他一开始说要改课纲，然后他一直说他不想要他要减轻老师的负担，他只是老师说什么可能会要赶课要干嘛，就是老师会压力很大什么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他这样子改并没有减轻老师的负担，因为第一个老师要解释更多的东西，甚至老师还要去解释黑箱子。还要解释黑箱课纲的东西的话，1节课半节课，那老师的压力就没有减轻了，然后我们还是要赶课啊，对啊，然后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对，谢谢。好，我们一次提问3个问题，然后再讨论一下。好，还有人要问吗？有人要提问？或是没有想看？那我们先回应第一个哈，就是其实第一个他的问题啊，就是刚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记者有问我说，那到最后老师，我想请问你想要课纲怎么样？我就说，不是我想要课纲怎么样，是跟课纲所有相关的，不管是学生、家长、社会人士，这整个国家都跟教育有关，就应该要社会全部来参与啊，怎么会是我说了算？从来不是这样啊。所以你说，我们想要教科书上也可以来讲啊，当然也可以啊。我们在讲各科教学的时候，各科你说数学科可不可以讲？都嘛可以，所有的学问都来自于思考，哲学就是思考之母啊。对啊，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文史哲不分家，史地不分家，所以历史课管很宽的，真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内容不是只有历史啊，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总和啊。所以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谈课纲？如果你认同这一块土地，就一起来谈我们的课纲吧。那至于课纲的制定，那就应该要照我们刚刚讲说，可以召开公民审议啊，各地扩大参与啊，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之下，并且它是合于史观、合于史实的，就去做吧。那如果在一开始没有经验，那就多做几次啊。制度都是要修正的，人的思考也是都可以修正的。所以不用问我说你想要怎么样，不，大家想要怎么样，我们就一起这么做吧。就是课纲的制定绝对不会是只有少数人的事情，是所有跟课纲相关的，在教育现场或是即将踏入，或者是曾经受过教育的，这都跟你切身相关。所以可以把这个议题可以带回去给家长。就我反正会很希望说，如果家长也可以一起参与的话，就亲子时间啊，制造话题啊，绝对不会说明天要交什么费用。对啊，或者说明天要不要看电影好了，这样出那一去。不是啊，这个话题太多了，你就可以跟他去谈说，那过去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比方说在我这个年纪，高中的时候，我们板凳要坐1/3啊，然后要坐的直挺啊，然后手绝对不会这样，手一定是这样，然后眼睛离桌面30公分，抄笔记。你这样就是警告嘛，趴睡就是小过嘛。进师长啊，我连卷那个袖子都不可以的，就是说你是要去当那个流氓的吗？然后裙子超过膝上也不行啊，膝下膝上的话是说是要给谁看，膝下的话就是说，那你要问他一遍。对啊，你上完体育课裙子要马上穿回来嘛，就说你没有女孩的样子。可是现在你们能接受吗？
为什么不能？因为你们是草莓族吗？不，因为社会在变迁，价值观在改变，不是吗？好，所以可以关于课纲要怎么制定，如果撤回的话，你们不是已经都在想了吗？好，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参与。然后第二个的时候，那个为人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也想知道。我觉得好会编哦，到底是谁在背后帮你们操刀的？你说，马上就会被指名。没有吗？他们是自己。好，就是在 FB 上面啊，就是应该是周汉阳老师吧，就有说，这等同是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的尝试，common sense。对啊，那的确里面写的简明易懂。我不会画图啊，所以你看我都是字啊。对啊，所以都是学生自己发展出来的，请相信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还有问题吗？还是有想要指明说谁谁谁可以回答什么吗？因为现场其实还有好多应该是我的前辈。好，有没有问题？还有要提问吗？或者是有任何回应？老师你好，我是台中一中2年级的学生，我叫陈浩伟。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一些问题，就是像我们知道，像之前在台中一中教育部长办的讲座，然后今天老师讲的内容，还有网络上一些资讯，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整个过程其实都多少有一些错误，包括是黑箱部分或者是微调内容的部分，其实我们都知道都有一些错误，这是大家已经达成的共识。那就像之前服贸的时候也是因为黑箱或者是内容，然后大家发动公民不服从。那针对这次的这个事情，我认为其实有一定的同时性。那我们是不是有发动公民不服从的需要，或者是哪个程度时候会需要这个动作？还有问题吗？好，我是台中的中央临时学生。那我是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校长，这个校长不能入我座位。他曾经在一次朝会的时候跟我们说，同学，这个课纲案件呢，就是历史的那边有一点小小的争议，他声音就这样啊，然后我们后来马上就有一堆人在 FB 上面骂爆他，就说这为什么这是什么？只有历史科吗？或者其他科也很有争议啊？那为什么是小小争议？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拥有沉默的大众来支持他。那我们他就常常说，很多人都没表示啊，那些没表示的人，他心里想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们举手反对呢？就类似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主要问题应该可能也许不是出现，也许最大问题不是在这个校长本身，是我们这些沉默大众要怎么让他们觉醒？因为我要逼他们表态的话，恐怕又会落入一种意识形态之争，那就没意义。但是要怎么启发他们？毕竟经过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洗脑教育那么久，他们有想办法让他们懂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说这明明是下一届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帮他们争取？那这个可不可以请各位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就是有经验的人帮我们指导一下，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在校园里面推行这种比较自认比较先进的思想。刚刚的问题，这种问题有点像是说，我要去上洗手间，就是很奇怪。我个人从小不跟人就是一起去上洗手间，手牵手。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不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人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去上厕所？你有没有想尿？我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人了。如果我想尿，我就去啊，为什么要问我？就是你的主体性就是那应该是你的决定就是你现在都要问我说，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一再说，反黑箱课纲是谁发起的？是学生发起的所以应该去问你们想要怎么样，而不是我想要怎么样，因为你们才是教育的主体。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当学生说，哎，老师你今天有没有空帮我们讲一下，我就来了。我就是一个工具啊，我来讲我知道的给你们听，而不是我来讲之后说，哇，你讲的我很同意耶，那你说接下来我们怎么做？你们想要怎么做？对，那你才是主体啊，不会是我。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那个哦，你如果看魔戒，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哦。当然你不会去说，如果魔戒的话，你可能去大家就会说，那灰袍巫师一开始用法术来对抗就好啦。或者是好啊，如果有一个笑话是什么，灰袍巫师跟白袍巫师的差别，就是灰袍波浪卷嘛，白袍升级了之后有钱，那就变李子汤了，就这样。好啊，要放轻松一点。哦，糟糕，我怎么讲这个？就是你可以去问为何不叫巫师就干脆变法术就好了？因为那终究是你们的功课，不是我的。就让老师可以非常认真帮你们从不管是课纲多长或是时间多短。老师一定想办法，如果你们想的话，都帮你们复习所有的内容。但是上战场的是谁？去学车去指考的，绝对不是老师帮你啊，要你自己啊。所以你问我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你想怎么做？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对啊，如果说可是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就问旁边的人吧。同样身为伙伴的我们，绝对不会集体训练嘛，而是在2年后下坡地主导见啊。但是不用下坡地主导，现在就可以了。问问你旁边的人，要怎么样可以变更强？要怎么样去？到底要怎么样？那就去问吧，不知道就去问。因为我始终不会去帮你走那条路。那这一条发展的路要看你自己啊。你想要，如果课纲不撤，他就会躲起来啊，你连滑倒的权利都没有以后，怎么办？你想要怎么样？还是说算了，他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就是问你们，然后刚刚说，不行，不好意思，提醒我。我知道你们校长是不是？你还学他口气，害我脑筋好有画面。然后你就说什么沉默的大众，那是尼克森发展出来的吧？他说，你们反对我，可是很多人都安静啊。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罢免案。马上有人点头，罢免好了，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有20个人是这个国家的成员，然后有说，我们决定今天晚上要看加州大地震，还是要看艾比娜？然后结果有11个人说，那个不好意思，你们表决的时候我在忙，因为可能跟第8节，然后你第7节下课都会到垃圾场，就一直没有回来。只有9个人现实表决，表决里头有8个人说我要看艾比娜，然后有1个人说他要看那个就是侏罗纪恐龙。结果最后，如果照我们的那个什么罢免或者是公投法，到底会去看恐龙还是去看艾比娜？那就会把没参加的人放进来，所以不能看艾比娜。就这样啊。所以你要说沉默的大众，你又知道他不支持了。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又知道他支持了，那你又知道他不支持了。所以那个问题就是，那就由公民来参与嘛。由来参与的公民来决定。如果你认为别人的决定不如你所想，你要一起来监督，而不是说，你们都没有关心我或没有尊重我，你要来参加。所以其实我们也许马上有人就说，你是不是什么派来？你是不是后面有什么组织？不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如果遇到我们的困境的时候，那你觉得你在做的是正确的吗？常常有我记得上礼拜5在折舞的时候，我们事先有就是在讲说，万一有人问说，就是有学生就一开始就问我说，就还没正式开讲的时候，就有人问说，老师你们学校有给什么压力？没有啊，就算有压力又如何呢？我如果今天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你会就像什么有另外一个就是补习班的小生他说那个面对群众你就给他们水杯车啊。我可以非常坚定的跟你说，如果你已经到了现场，你不要拍肩的话，你会怕水杯车吗？打死不退啊！谁给你那边水杯车？我觉得那个是决心所以说你如果说那个同学那是课纲的事情，但是只有历史科。可是各位请注意，如果现在只是在国文科跟历史科的微调，就会出现那么大的阻力的话，那个台湾本土化的其他科教学都还没有进行，将会有如何大的阻力？
这绝对不会是只有历史科跟国文科的事情，或者是公民科，不会，那是大家的事情。所以到底课纲要走向怎么样？大家想怎么样？出来参与的人觉得怎么样？我们形成共识嘛。所以刚刚说，刚前面还有说，什么共识怎么样？我们的共识就是刚刚有写啊，就退回黑箱课纲嘛。退回黑箱课纲之后，课纲要怎么走？透过公民审议，扩大社会的参与来决定，不会是少数人说了算。这样有回答到吗？所以没有上新闻。好。要怎么启蒙校长这件事情？一般来讲就是说，大概我觉得我们台湾大概是一个就是法西斯国家，然后大概就是由上而下这样去统治，然后用恐惧来压迫学生。比如说一天到晚像记过一样，像台中学生一无杀鸡就记小过，就爬个墙要记大过。那我觉得，然后有一个行政人员，他也不接触学生，然后就只知道当官，这个是不正确的。在教育里面，你知道，国家就等于人民嘛，那一样，学校等于学生。你老师、校长不学，怎么配留在学校里面？那所以的话，其实老实说，在学校体制里面，应该校长是就是大概就是依书为老师。好，我们台湾的高中。校长不教书，这是太奇怪了。大学校长都教书，为什么台湾高中老师、校长不教书？主任不教书，临终点坏。他一天到晚只当官，然后就异化，然后就压迫学生、压迫老师，好，就是这样子搞坏整个教育。然后这样搞下来，结果到时候，其实你现在高中学的真的有用吗？18个科目，你以后出社会怎么办？学这些有的没有？你怎么？就整个课纲已经变得，因为那些当官的那种腐败的结果，已经完全脱离了你们所面对的挑战，跟你们面对的现实。好，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课纲还蛮重要，因为它掌握你们的未来。好，因为你们学的东西不够的话，其实你没办法应付未来。所以其实我们要站起来，就是启蒙校长启蒙我们的总统，启蒙我们的教育部长。好，谢谢大家。我想要说，就是刚刚老师他讲说，我们就异化了，然后他马上明天如果见报就会说，那是共产主义，因为异化马克思思想。对啊，他就完蛋了，就被抹红了。这样，所以你根本就是反对的，然后就会被这样说。好，但是老师刚刚说的，其实在那个异化内容里头，他其实在讲我们说贫富不平，到底一个老板开了工厂是什么使得他有钱？是因为劳工的付出啊，可是相对的劳工所得却更少，这是不合理的嘛。所以不合理的时候，因为刚刚老师刚刚讲异化嘛，他说惨了，你会被抹红。然后我就想到在那一些就是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什么，就是讲课纲微调什么的事情的时候，下面都有一些人很激动，然后就贴说你们是红卫兵，然后就说我们要进入文革。但如果进入文革的话，就是没关系，他这样讲。那就是一个教材嘛，即便是错的答案，我们可以引学生进入正确的思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夺权的政争嘛，个人权利的斗争。但是如果你把红卫兵放来台湾，认为反黑箱课纲微调是学生的红卫兵运动，那请问学生要夺什么权？学习的自主权啊，夺回的是公民的权利啊。一个你们昨天没有差一点，差很多了，没有啊。我们在夺回的是人权，所以用人权回归到苹果树公社发起的这个运动，启蒙运动最大的价值就是天赋人权，主权在你。对啊，有什么是跟我们的生活不相关？因此，你如果说那怎么办？我们就去改变它啊，因为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嘛。你如果说记警告或记过，其实如果是我就会说，那记过怎么样？会按理吗？没啊，你说记警告，警告你记很多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生辅营这一类的东西。搞不好有人很喜欢生辅营啊，中午可以不用睡觉。有啊，就我学生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这又如何呢？你就会记啊，记了很多之后，你就会发觉是很有效，只会更让人瞧不起的地方。
所以如果那你就去启蒙他，就像我在学校，我的学校同事目前只有一个人跟我问说，哎呀，你的历史科不是被微调吗？好，怎么样？我就说有啊，现在学生在发起反黑箱课纲啊。我同事马上就说，黑不可怜啊，一定背后有人，学生不可能。可是这就是学生发起的运动，而学生最大的力量在于他们是人家的子女，是人家的学生。于是你们的行动做出来了，是有人要来支配你们，还是参与你们？我想我们如果有站出来的话，我们是参与你们，我们参与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也不是很好动员的啊，500怎么够？我晚上我不是抛弃啊，晚上我放我孩子自己在家，他一定要干。可是这是正确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的事情啊，这是思想的事情。有人剥夺你的记忆，我不知道，我如果没有了对故乡的记忆，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社会？人生永远要背多少？跟学校给你们的18科，跟未来什么带着怎么能力，到底有多少科在落实带着怎么能力？你以后到了社会上，你真的怀念以前老师的是他教给你的知识内容而已吗？我相信其实都是在一些对话跟思考里面，就那个才是作为一个老师最想要给学生的。因为当老师如果可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的话，那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当老师的是何其，就是到底还有什么职业像老师一样可以深刻的影响另一个人的生命？不知道，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很重要。当然你那个时候还有医生嘛，是啊，但是那除了医生跟老师之外，对啊，老师不是念书而已，或者是说人人都可以教历史。有啊，如果你要什么圈起来画线，这会考，那就大家都可以当历史老师。不是只有如此吗？好，那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啊，还有吗？我2个。好，慢都可以一起吗？就是他问我就是我想问那个台中一中的老师，就是其实到底课纲改不改有差吗？因为假如说今天不改课回去，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了解、去知道的话，那我们对这个认同、对自己认同、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认同也不会增加。但结果他改了，他228不见了，然后一些什么白色恐怖不见。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愿意去了解，现在资讯那么发达，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去找，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对自己的社会文化有更加认同。那改不改真的有差吗？对，这是我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老师有提到说，你说你来不是教课本的，你是来教同学那些课本没有提到的，和他为什么没有提到。然后可是我知道历史科在那个大考升学的压力下，就是课都上不完。我们学校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下课5分钟，上课前5分钟就开始一直赶课，一直赶课。所以就是我想请问老师是怎么在，就是你必须把这些课程教完，还有你想补充这些课本没有说的，就是在这些取得一个平衡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我们也想学那些课本上没有教到的，更切合我们生活的事情。我相信来听这场演讲会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知道那些课本没有教的，可是我们就是还是要面对我们的升学，我们的大考，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在这些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有没有差？我觉得这是一个练习就是我们总是要学习当主人，对不对？18岁就有投票权，很多国家16岁，甚至还有更低的。好，那现在就是开始了，这个公平就是大家听你的指挥。那我们现在开始展现我们的权力意志，也操练我们的咒语，就像那个迪士尼那个小魔术师操练的扫把会不会飞一样。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我是觉得这个改变是主要是你自己，就投射
投射你自己，雕塑你自己，去进一步去你的潜力意志，你要去指挥这个国家机器，你希望建立一个比较非常合理的国家。其实我们课纲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国文课本完全没有和解真相。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知道在转型正义里面，德国他们花很多的功夫在做这种事情，像安妮的日记，而且推广到全世界。可是老实说，你看我们读奈何的一干册子就很感动。如果我是原住民，我可不可以读我自己的那个东西？这是需要的啊。好，我如果是228受难家属，我可不可以读我父亲在狱中的日子？我在白色恐怖期，其实我觉得王小波写的也还蛮干的。他就是一直都没有被倾听、被理解，所以这长得怪怪的。可是我们的社会真的是要跨出去，需要这样。在国文课，在很多地方，这个方式，所以会改变。就是说，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表示说，我们愿意去倾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兄弟姐妹，彼此间平等，我们共同支撑起来。我感觉上是会改变的。谢谢。知道，听那个老师讲，都很想要故意捉弄他，就是说你根本就是人本，对不对？因为其实老师讲的就是教育的本质啊，人就是目的本身，所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从你关心的开始做起啊。对啊，你说课纲微调到底有没有调，重不重要？如果你是一个有自省能力，或者是你的老师他是有自行做补充的，那你没有问题。但是我在前面其实有讲到，你们可能太相信老师了，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是到大学才念到台湾史。如果我出来之后当上了老师，我不知道台湾史的内容，但是我已经要去教国一、高一的学生，我能做的是什么？我就死抱紧我的备课用书，上面说什么我就听什么。那万一你遇到的话，先圈起来，这会考也不备课的人嘞。你就会说啊，历史就贝多芬啊，马上都污名化，根本历史没有去，好不好？好，那还有刚刚同学有持续问说，老师，那你刚刚说你没有教课本的是没有？我现在郑重澄清，应该是说除了课本之内的，在课本字里行间没有介绍到的，我也会补充。那你说我的学生成绩好不好？不差啊。你说他们有没有落于平均会怎么样？是好的啊。但是你问我说啊，怎么样可以把课程上完？我从来都没把课程上完的。比方说，因为我常常会跟学生 Q&A 啊，绝对不会只有很安静，因为我都会跟学生用对谈的。那用对谈的话，他如果有什么社会议题或怎样，他们就会突然 Q 了，就是那个什么东升是不是看太多？就说老师这你怎么看？我不是保级的，对，然后比方说今天那个明天端午节。然后下礼拜就断考，所以我礼拜5高2的课就没有了，今天最后一节。然后我还有1章半没有讲完，然后我上了还没有20分钟，然后又进到就是1980年代的改变的时候，突然有学生举手说：“老师，那你那个什么就有讲到关于对生命的概念还有存在主义等等等等。”突然有学生就举手说：“老师，那废死你怎么看？”你说作为一个历史老师的本质，我要说。那个考试不会考，我们继续上课。不，当下就是迎上那个问题啊，跟同学做讨论啊，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当一个老师如果只会跟学生说，那课本都有写啊，那你考试又不考，你干嘛问？我现在在赶课哎，对于这样的老师，算了啦，就自己背。那你会说，你讲这些跟历史有没有什么关系？就容我再一次说，就是历史就是我们生活的总和，政治也是我们生活的总和。如果我们可以再透过这个讨论里头，我只要在讲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历史的断裂点，我们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其实你形塑了你自己的思考。那在我们的讨论之下，当你说，那你利用剩下就是30分钟，几乎都在讲 face 跟反 face 的时候，最后有结论吗？我没有那么厉害啊。但至少我们抒发了彼此的想法，那这就是公民社会啊，这就是历史想要给我们的核心能力、思考的能力。这
这才是我们带着走的能力啊。那你问我说 ，face 跟那个什么就是历史有关，太相关啦、刑罚一直以来作为国家权力的展示嘛，战争即和平啊。我对国医生讲战争即和平的时候，他们也懂，为什么？比如说那1984，谁有几个人懂得乔治·欧威尔？可是当我在说，你知道吗？当每次大家认为说这个政府有问题的时候，于是我们要起来反抗他的时候，政府就说，来，我们来执行死刑。然后 face 联盟就会跳出来说，不，我们应该要去考虑就是被害人保护法，然后跟那个刑法速审法的制度问题在哪里？然后但是就有人跳出来说，你们那就表示以后杀你们怎么样就不会有罪啦，或者是等你被强奸就知道，或等你会怎么样就知道。你可以先通过讨论，你先点进去 face 联盟在讲的，他们其实是爱惜生命，从来都没有说杀人是有罪。从来没有，但是大家只要一听到 face， 然后就被操纵。所以呢，政府，当你认为政府有问题的时候，所以是不是政府在每次有重大议题，至少这几年，是不是都执行死刑？然后打完了之后呢 ，face 的站出来，然后反 face 的说，你不可以这样讲，怎样讲，然后吵成一团呢，政府就很开心啊，我得到和平了，为什么？因为我让你们之间发动战争，于是人民对立，就不会去思考到这个政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在教学现场要做的。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教你说我是怎么想的，而是你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这样想？当我们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决定我们之后的选择要怎么做。所以刚刚老师说，我们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做改变。比如说，他不站出来怎么办？他不站出来怎么办？至少在现场的你们都已经先站出来了。你就你所想了解的去了解，但我们从来不会去动员别人，因为我们没有500。我们只能用我们身体力行，让别人来问你为什么要参与？你有拿钱吗？那没有的话，你是为了什么？这是一整个世代的问题，也不止这个世代，还有下一个世代。对啊，那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你们要廉价了？那个问题问你自己啊。就是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就一定上得完啊，可以里面啊。觉得你的爱丽丝不能不信任前面。好，那首先就是谢谢燕琪老师，然后今天抽空，大老远跑过来就帮我们苹果树公社，我觉得麻烦老师吧，那么突然。好，那就是接下来就请就是苹果树公社来一点工商时间，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好，那要是就请进去。各位好，我是台中苹果树公社现在发言人。那相信大家在听过今天晚上大概2个小时的讲座之后，对这个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那我这边就是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想必在关注这个议题的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们教育部现在是目前单方面的关闭了，就是跟我们沟通的平台，像是他单方面取消了接下来3场座谈会，然后到现在对学生活动也都还没有任何的回应。那我们苹果树公社不排除，而且现在也有计划，在7月初到7月中旬的时候，会办一系列的例如晚会、游行或者是递交请愿书之类的活动。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参与我们活动，或者是想要加入我们来帮忙的话，那欢迎就是到 FB 然后搜寻苹果树公社，就是在搜寻栏打入苹果树公社就会出现我们的粉丝专页，那可以帮我们按个赞。那我们会在上面就是不定时的公布我们目前活动筹备的讯息。那也欢迎各位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或是有任何资源可以帮忙我们筹备之后活动的，也欢迎与我联系呢。我是陈，那我叫做陈建群，那欢迎就是各位在 FB 上搜寻我的名字，也可以直接联络我。那接下来时间我就是把麦克风交回给关豪啦，做一些就是今天就是差不多要结束的中场讲一下话。好，那第一个就是谢谢今天大家参与。那其实刚刚有很多高中生有提到说，我们只是高中生，我们能做什么之类的。那其实以苹果树公社的经验来讲，就是其实我们也不是一开始都认识啊，我们都是经过一些讨论啊，为什么才会交流才知道。那其实你大人你可以办讲座啊，或是一些校内组织发一些独立刊物啊。那其实你这个最小的做起，你也可以跟你
旁边的同学或你的男女朋友啊或什么之类一起做一些，没关系啊，没关系，反正跟你身边周遭的人，亦或是你的家长之类的，就先从讨论开始，是吧？我记得上期不是报纸不是很大的台中那种什么挡车的吗？那我们班 KT 不是 KT 就是比较难一点的同学就马上就开始讲说，哦，这一定是台独分子主导啊什么，所以学生报名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坐在对面，因为我是挡车其中之一啊，所以我就好，所以我就花大概一节健护课的时间跟他解释。好，最后成功被我说服啊，对吧？所以就是给大家一点鼓励，就是从讨论开始啊，你不一定可以马上让他接受这个想法，但至少你可以让他开始关心这个议题。对，好，那谢谢老师还有今天参与的各位同学，好。